周旋，女主唱球王。停！如此大逆不道的谣言，是谁指使你们编的？部长，部长，我全都长。爸。部长，一切都是人和这些魏婴指使的。他说皇后早已失身，骗了官家10几年。那幅画就是证据。什么画？什么画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顾前夫，火焰落，他是火焰落。既然认得我，还不从实招再来？见到。哎，小顾，小顾，司公，你这个活阎罗果然名不虚传呐，竟然把嫌犯活活给吓晕了。司公谬赞，愧不敢当。你又何必过谦呐？他的同党既然已经供出了那么多的线索，以你的本事，想必一定能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吧？下官正准备启程，轻赴江南。哎，小顾，果然是某家最信得过的人。圣人乃天下之母，多年辅佐官家，贤德无双。可朝中清流一党却一直视他为眼中钉。那这幅画，我是带回京来，还是就地销毁？当然是带回京来了，但务必要保密。毕竟诗社公如私隐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所有涉事的官员，也绝对不能让他们多嘴。是。哎，总之，你尽管放手去查，记住，咱们皇城司只听官家号令，纵潜私查天下不当之事，不立台查，不受三衙辖制。遇上那不长眼的，尽管放出你活阎罗的手段来就是。这回若是能立下大功，我保你前途无量。我收拾一下，即刻启程。好。酒尽桃花开，欧阳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盼儿，哎，三娘，我今天早上新做的鹿鸣饼，里头放的是桂花蜜，讨个蟾宫摘桂的好口彩。哎，你一会儿帮我尝尝看行不行？不用尝，但凡你放我那寄卖的果子，不出半日准备抢光。茶客们都说爱喝我点的茶，其实9成9啊，都是冲着你的果子来的。瞧瞧你这张小嘴啊，真是比那桂花蜜还甜还香。若不是做了你小9年的邻居啊，我还就真信了。回信老爷在上，保佑欧阳，这次千万别再落榜了。以前他落榜啊，那是触了霉头。自打你救了他的命啊，什么红裙子、绿帕子，又添水又添饭的伺候了他整3年。
他的运早就改了，你就等着瞧吧。我这双眼睛啊，不光是看猪准，看人更准。你们家欧阳这次啊，肯定能中。那叫红袖添香。嗨，意思都差不多。哎，咱们俩今天比划比划，看看先开张的是你的茶还是我的果子。好啊。啊，赵娘子，哎哎，来壶西山茶。好嘞。我赢了，那是谁敢跟未来的金氏娘子欧阳夫人比运气啊？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我跟他的事儿不能跟别人讲。读书人最在乎这个，在钱塘知道我原来事的人还真不少。哎呀，你就不用想那么多了，等他把你接到东京，凤冠霞帔这么一带，然后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谁还能认得出你啊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早在老家买好了地，等我去了东京，我就是邓州来的赵娘子。原来早就计划妥当了啊！刚才是谁还在那担心欧阳官人落榜的啊？哎，爱会要点什么？来壶西山茶。谢谢。来份豆儿果。哎，给你的果子了，豆儿果。哎，知道了。二位客官，里面请。哎好，谢谢。来，必须。啊，请。给你的豆儿果了。哎，是。哎，盼儿，我听说东京那边的娘子啊，都是爽利脾气，你到了那边肯定能如鱼得水。哎，欧阳跟我说，东京那边都没有宵禁的，整个晚上灯火通明。子枫他爹也去过一回，他也跟我说，东京的小娘子啊，打扮的都跟仙女似的，铺子里的口脂香粉啊，光颜色就有好几百种，身上的衣裳啊，都是用金线给缝的。不过也别瞎想了，过2日你就过去了。二位喜欢吃什么果子？桃花果子。有的。这儿不光卖茶，掌柜新出的紫苏引子也是一绝。瞧，这就是掌柜新出的紫苏引子。慢用。指挥是嫌此地不够清静。之前听说你好茶，这间赵氏茶坊乃钱塘第一，茶香果子好。掌柜娘子更是绝色，样样齐全。是啊，好像是这个戏呀。哎呀，是啊，栩栩如生啊！桃花果，有劳。您的点茶。掌柜娘子，2盏清凤水。好嘞。二位要的清凤水。月梅蜜饯。哦，加点安姜盐，味道更好。有劳掌柜娘子。这就是你说的角色啊？乡野村夫，当然不能和京城的红粉佳人相提并论。等你办完了这件案子，我调你回东京，让你好好洗洗眼睛。真的，多谢多谢。说正事啊，那个姓魏的不是已经招供了吗？说叶彦图就在凉州陆船运判官杨致远的手上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拿到？属下无能，可您吩咐过，事关宫中密事，要尽量保密。据属下所查，杨致远也是无意中收藏了此画，并不知道画中的古怪。他官不小，又是一个认死理的清流，倘若下官直接上门讨要，多半会把事情搞大。所以想悄悄潜入杨府，把画偷出来。可不想，他把这幅画藏得太深了，属下摸不到。别住！别过来！放下刀！别动！别过来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放下刀！别动！别动！都别动！老实点！都别过来！放下刀！再过来一步，老子给他们杀了！住手！
放下！1、2，都放下！追求茶楼，只要不伤人，一切都好说。没物品快马！别杀我，我有钱。在哪儿？过去。三娘，红牌儿。 龙骨是好的，棒骨也没碎，也就蹄膀折了点，死不了。你们这帮私盐贩子，碰见三娘是你们晦气。三娘以前是杀猪的，没敲了你们，算你们走运。哼！哎，看你是个练家子，从哪儿来的？报上名来。休得无礼！ 客官请留步。多谢恩人的救命大德，小女子无以为报，只能以清茶一盏相谢。这个是钱塘的灵隐佛茶，每年只产10两，还请恩人一品。你明明不会武功，还非要替人出头，万一有个好歹的话，不会后悔吗？不后悔，但凡我决定的事情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都不后悔。 黄承思，我怎么看你也不像黄承思的人。跟我走一趟。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！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恕罪。起来吧，办你们的案去。 妾身不是有意的，请官爷恕罪。无妨，再倒一杯便是。此茶名贵，妾身的所有都在这一盏里了。那就再烧一壶。不是我推脱，而是刚才歹人过来把炉子也打翻了，除了我这里有的，泉水也全洒光了。你要是实在口渴，那边还有一家茶楼。 水洒了就给我倒，炉子熄了就给我生。我今日偏要在你这里喝茶。如果你这里的茶不够好喝的话，那干脆生意别做了，我直接找人帮你这柴了，如此可好？有我的老天爷，他可是黄承思的煞星，你好好的找找他干嘛？ 我就是不想让他们喝我的茶。
当年半夜闯进我家的，就是黄承思。过去14年了，我一看到那个石头碑，我就……哎，给我里头加的什么呀？你别犯傻。这是双糖，放心，要治他们，我有的是办法。39小儿感冒药，儿童专用感冒药。39小儿感冒药，邀您继续观看《梦华录》。我们黄承思的身份，只有衙役头领一个人知道。不过请指挥放心，我已告诫衙役头领，不得泄露于旁人。龙凤茶，梨条桃圈，蜜饯雕花，碧见豆儿糕。青竹蛇儿口，黄蜂尾上针。刁妇，竟敢当众下毒！官爷何出此言啊？妾身敢以性命担保，这茶里绝对没毒。不信，这个是银的，你自己验验看。龙凤茶，梨条桃圈，蜜饯雕花。前2道看似只是平平无奇的市井茶果，但是最精妙的一道，却是这个碧见豆儿糕。只要不是没长眼睛的，多半会以它来做茶。龙凤茶之所以名龙凤，是因为里面含有龙脑香。龙脑香味苦寒，绿豆又性寒，君臣相佐之下，现在喝下去会没事，不过2、3个时辰之后，只怕我会上吐下泻了。妾身都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我又不是神仙，我怎么知道您会点这豆儿糕？刚才对付歹徒的时候，你躲刀的那一招，出自绿妖舞。而据我所知，现在民间会此舞者多半不是良家。再加上你刚才给客人端茶送水的时候，故意卖弄风姿的样子。敢问小姐，之前在哪家勾栏献艺啊？我是良民，不得胡言。好像是脱了籍的。那好，就把你的履历一一报上来。你既然痛恨黄承思，就应该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。若你如实招来的话，我暂且可以放你一马；但是如果你巧言令色、刻意隐瞒，我敢保证，不出3日，我会让钱塘的每一个大小百姓都对你的陈年旧事如数家珍。赵盼儿，24岁，邓州人士。9岁因负罪，没为官奴，历杭州乐营歌舞社为乐伎。16岁因太守恩令，脱籍归两。够了。我知道你不是无知村夫，误过刚仄一舌的道理，我希望你能够明白。今天就当是个教训，我们走。他刚才说的话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你就当他在胡说。没事。剑姬怎么了？那是天命，不是我的错。我在即时清清白白，没有以色识人。脱籍后以卖茶为生，也没有自甘堕落。我有什么好羞愧的？哎，
这死额娘，简直是吃了狗胆。指挥，您看卑职以后是不是绝色、村姑、刁妇、婆娘？你倒是挺会随机应变的。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吧，日后也不要再去难为他。你刚才不是听他说，自己是因为负罪才没入监籍的？凡受此刑罚者，十有八九是犯官妻。看他前后态度截然不同，想必当年负责缉拿的就是咱们皇城司。难怪看他行事做派，不像是平凡市井女子，原来竟是官宦出身。尹章，我听说茶铺来的歹人，我就急赶了过来。你没事吧？尹章，银嫔，有这位是周郎，他怕我着急，就送我过来了。周郎，小可周舍见过赵娘子，尹章每天至少要跟我提10回赵姐姐。今日一见，果然是神采飞扬，非同凡响。啊，里边坐。啊，我帮你。哎，这个周郎是怎么回事啊？15天前才刚认识。看这屋内的茶具被歹人碎了不少，真是可惜啊！谢谢。我在钱塘认识有名的瓷器商人，如果有需要的话……哦，不必了，我们这些小买卖不必劳烦周官人大驾，这边坐。周郎快坐。
今天我们来瞧你，其实还有别的事情想跟你说。啊。哦，尹章说您就如同他亲姐姐一般，周某又对尹章一见倾心，情根深重，故此特来提亲。周某家在淮阳，世代为商，家中经营皮货，有商铺数十，下人近百，宅园若干。若能得赵娘子允准，必定待尹章如珍似宝，一生一世。不行，你不能嫁给尹章，你年纪还小，又一心扑在琵琶上面。我原来跟你说过一些人情世故，可能你也从没过过心。听银萍说，你和这位州官人才认识不到15天，你也不想想，一个走南闯北的商人，什么美人妖姬没见过，怎么就对你一见倾心了呢？正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我与尹章是因曲生情。没错，那一日我心中闷烦，便在湖边弹了一曲明妃曲，他远远在湖上就听到了，便奏箫相和，如此我们才相识相知。姐姐，周郎真的是我的知音。一去紫台连朔漠的下一句是什么？他连杜子美的明妃曲都背不出来，能和你是个鬼的知音啊！这些风月场上的常见伎俩，也就骗骗你这种丫头吧。姐姐，周郎真的不是这种人。你看他端茶用的姿势，中指和拇指，这是赌徒捻骰子的姿势。他身上有根衣香的味道，这种熏香，只有最贵的几间青楼才用得起。你说他精通交易，试问哪个做大生意的商人有这种闲情逸致啊？他无非就是一个出入欢场的酒色之徒罢了。赵娘子，您听我解释。你不用解释，你也别再编故事了。一句话，这门亲事，我不同意。姐姐，既然如此，周某告辞。走好，不送。尹章，你不用再劝我，我当她是你姐姐才对她客客气气的。可刚才她怎么对我的？我周舍在外行走也是要脸面的。他只是关心则乱，在这个世上，心疼我的除了你，就只有他一个人了。我知道你赵姐姐也对你好，要是再这么等下去，我真没办法等你了。我这就去跟他说说。你要还当我是你姐姐，你就别跟他再混在一起。姐姐，我没你命那么好，能遇到一个和你心心相印的欧阳姐。既然嫁不了举人郎君，找一个殷实的商人，托付下半辈子，对我来说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。你早就深得自由，不知道像我们这种仍然身处贱籍的人有多苦。我以前也是真糊涂，这么多年，眼里除了琵琶，就只有曲谱，还以为自己是王公太守都尊重的乐工。从来都瞧不起那些以色示人的歌妓常友。可直到你告诉我，乐工就是乐妓，我才如梦初醒。凡贱籍者，
世代相惜，不得与良人为婚，不得自赎。姐姐，我不想应召去官府宴席上陪酒，不想一辈子都不得自由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等欧阳这一次重榜授官，回来就帮你向知州求情，帮你破解。可姐夫这次要是没中呢？许知州不给这个面子呢。我毕竟不是你的亲妹妹，又号称杭州琵琶第一，许知州会轻易放我脱籍吗？我这一天都不想等了。现下周婶愿意娶我，她又有钱。周婶有钱，你难道还差钱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凡是越级的女子，35岁之前不能以钱赎身。你要是只是拜堂成个亲，入不了名籍，实则就连个妾也算不上。我自然要做正头娘子。周婶说了，只要我嫁给他，他就去求他做应天府通判的姨父，有官府出面，我马上就能脱籍放粮。知州不放你，周婶的舅舅就能了。应天府的通判如何管得了杭州的月营？你也不想想，一个样样俱全的郎君，怎么就突然来了钱塘？怎么就突然非你不娶了？身在越级的滋味是不好受，我知道。可是你拿着月营发下来的差饷，拿着王公贵人的赏赐，穿金戴银，出境自由，还有丫鬟服侍，比起我们当年，真是神仙日子。可比起在金笼里扣着玉环的鹦鹉，我宁可当野地里自由自在的野鸟。可是你怎么知道，他娶你不是别有一个心意？他不过就是爱我怜我，还能有什么用心？他自有家财万贯，难道还图我的钱财不成？你都成天想着当进士的娘子，我为什么不能嫁个员外富商呢？算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你要走就走，想嫁就嫁。但是我帮你打理的那些铺子和银钱，你以为也别想拿走。那是我的东西，你凭什么扣着不放？就凭你姐姐临走前再三叮嘱我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你说她能好好待你，可以，让她证明给我看。在钱塘3媒6证把你娶进门，如果她做到了，我就把你的银钱一文不差的还给你，再赔上我早就为你准备好的嫁妆。否则，我宁愿把这些钱扔到西湖里去。真这么说啊？不给他下点猛药啊，他清醒不了。这些年啊，你把尹章保护的也太好了，他不是糊涂，他是不食人间烟火。有什么法子？都是我欠他姐姐的。哎，那个姓周的到底住哪儿啊？对付他这种人啊，打他一顿便成。你也是，这事儿干嘛不告诉我？你不是忙着教训儿子吗？哎呦，娘。我可是你亲儿子，你要把我打坏了，谁给你当封官下配去？你还敢回来？我不回来，谁给你们报信啊？哎，我刚才在仁安桥上看到宋姨和那个姓周的坐船出城了，还有服侍宋姨的那银屏丫头也跟着呢，那么多的香喽，该不会私奔了吧？你说什么？指挥，咱们下面怎么办？
你马上去一趟杨家，索性表露身份去要话。如果他还是不从，那我只能亲自去会一会他。是。你没追着啊？你别着急，那姓周的不是淮阳人吗？有名有姓的，跑不了哪儿去的。我去皮货行会里问了，常跑淮阳里的根本没有这个人，而且历任通判府的夫人也没有姓周的。感情他还是个骗子。好在银萍是个懂事的，既然他跟着尹章去了，日后一定会想法子给咱们信儿的。但愿吧。铺子砸成这个样子，三娘你也别帮忙收拾了。反正欧阳原来就说读书人娶个商贩名声不好，我原本还担心去了京城这铺子谁来打理呢，现在来看都是天意。那你也别关铺子啊，点茶那些我不会做，但做些果子引子帮你收收账总还是可以的。尹章呢，你就先去忙他的事儿要紧。尹章这个傻子，他不知道私自离开月营是要挨板子的。月营将的人要知道他私奔的事儿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我想去找杨运盼托个人情，让他跟月营将的人说说好话。杨运盼不过就是上来喝过几回茶，跟你买过几幅画，他愿意担这么大干系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毕竟他还算欠过我人情。杨府在城外，天就要黑了，你小心点儿。好。赵娘子，您先别着急，我家主人正忙着河宫上的事，这2天都没怎么出书房。要不您去里屋先坐着，我去书房看一看。可我这事太急，等不了。那我先去通报一下好吗？这个是给杨夫人的果子，麻烦你带给她。谢谢娘子，娘子请坐。哎。大胆！本官两浙路转运判官杨致远，何方贼子，竟敢擅闯！皇城司指挥，顾千帆。你们好啊！我不卖你们画，你们就敢深夜强闯？你们，天底下有没有王法了？给我站住！搜死去！站住你们！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小心别破坏了东西！你们就算是皇城司，也不能如此嚣张跋扈吧？交出夜眼图，我马上就走。你为什么非要那幅画啊？谶言。顾某此番下江南，要抓的是人和的位置线，并不是要针对你。但是如果杨运盼你不识抬举的话，我把画给你就是了。大人，画在此。顾千帆，你可是老礼部侍郎顾沈岩之孙。正是在下，夫人有何指教？果然是你。夫人，这可是顾千帆呐，活阎罗呀！这次来又是因为谶言的事，我们千万不可造次。我还怕他？夫人，叔娘啊，你若在天有灵，好好看看你这样一个混账的儿子是怎样欺负你的老姐妹的。可怜顾家5代世家名门，风骨铮铮，竟养出了你这个猪狗不如、甘为阉党爪牙的混账东西！夫人！哎呀，夫人病了，你再夫人下来，当头罚你，像你爹一样，不是个好东西！哎呀，快！夫人砍正犯了，有些胡说八道啊！大人，切莫在意啊。杨运盼啊，你这夜宴图是赝品啊！
云盘，你这夜宴图是赝品啊？不可能啊！这里还有画者王爱大师的手章啊！哎，你们，真画在哪儿？说。上。躲起来，快！可是跑呀！有毒，小心！救我！你的镖上有毒，救我的话，你也得死。死！烧！一个活口不留。后面有池塘，不想死的话，就拼尽全力跟我跑。整整1府的人都没活下来，
以给我解药了吧？你为什么会没有中毒？我刚才看到你们的人在外面喊，旁边正好有个水缸，我就拿帕子蘸了水挡烟。哪有那么多刚好？我一个大男人，刚才闻了毒烟以后都觉得四肢无力。你一个女人怎么会没事？我本来是来杨府找人求情办事的，看到你带着人闯进来，想跑没跑成。我说的都是真话。你把解药给我，我救了你一命，你也救我一命，我们俩就扯平了。那暗器上没毒。那些黑衣人，你们真的不准备查了？与你无关。你们该不会真的官官相护，就这么算了吧？你到底还知道多少事情？刚才从池塘里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青石板上面有这么大一个脚印，那种鞋的花纹，只有官府的人才会穿。如果他们想对付的是皇城司，何必到杨家来？也不用多此一举，灭了杨家满门人的口。依我看，他们的目标应该是杨运泰，你们只是因为因缘际遇被卷了进来。你知道我的茶铺在哪？如果需要我作证，我随时都可以去。我再说一遍，这件事情你少管，别到最后死到临头了才知道后悔。我这个人还恰恰就不喜欢后悔，凡是我自己想清楚的事情，无论怎么样，我都甘之如饴。我真的会动手。什么？你动手我就动口。何叔，老奴拜见娘子。你怎么来了？娘子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摔了一跤。欧阳呢？他没事吧？不会落榜了吧？咦，哪能呢？老奴就是回来报喜的。蒙官家吉英殿御笔钦点，主人他如今已是金科探花了。探花？探花？他真的中了！他真的中了！你赶紧进来，跟我讲讲他在东京的事儿。你说他也真是的，你写封信回来不就得了吗？还让您跑上千里来特意接我。不过他也是书那么多香炉，我一个人也拿不上，有你帮忙正好。哎，咱们这次去京是走水路呢，还是走陆路啊？娘子别心急，咱们从长计议。官人托我跟恁带句话，说他如今既然已是官身，那哎行。我那个给你泡杯茶啊！哎，娘子，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，他不就是觉得我不该再做生意了吗？正好茶坊出了点小事儿，我就把它关了。哎，德叔，你用过早饭没有？不吃，老奴有话跟恁说，恁这……盼儿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我担心你一晚上呢。哎，德叔，你回来了。三娘啊！欧阳中了，探花儿，探花，啊！恭喜恭喜恭喜探花娘子，你比我早插上凤冠霞帔呀，太好了！过2日你是不是就得进京啦？那我帮你收拾收拾啊。赵娘子，
孙娘子也不是外人，我索性就直说了吧。我不是奸嫩进京的，主人他幸得宫中贤妃赐婚，等过了谷雨，就要和高观察家的千金成亲了。什么高观察？广济军节度观察留后，步军副都指挥使高胡。你再说一遍。欧阳官人要娶高胡的女儿为妻儿。你们是想逼死盼儿吗？啊？主人说赵娘子聪慧，必能体谅她的不得。闭嘴！就算是宫中贤妃，也没有随便主婚的道理。难道在这之前，他就没有问过欧阳是否有婚约？问是问过，可主人和赵娘子之间，一无父母之命，二无媒妁之言。你闭嘴吧！你尹章，还有我们一家三口，全都知道盼儿和欧阳定亲之事。咦，那不过是口头约定而已，没有三书六书，哪能叫婚姻？口头约定也是约定，更何况赵娘子毕竟出身不好。我呸！你出身就好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？若是没人注意还混得过去，可要是让贤妃知道主人为了一个贱籍女子而拒绝了她侄女，你说谁贱啊？你们才是真的贱！我要不是看你一把年纪了，我真想把你扔进水里。不，我现在就把你扔进水里！干不嘴贱！这会出人命！别！三娘，不敢！三娘，盼儿，你醒了。就算是官家，也不会纵容外妾，夺臣妻室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已经脱籍了。我是良家子。赵娘子何必如此呢？谁不知道士农工商里面商字排最后呀？在贵人眼里，只要是做生意的，就算是活天富贵，都还是不入流。呸！负心薄幸，悔婚不娶，在你这儿还说得头头是道。盼儿，我们这就去告官。赵娘子，恁想这事闹得天下皆知，恁想人人都知道恁是官恩妻吗？别说了，你们知道我最在意这个是不是？可以，我认命就是。主人自是对不住恁，只能用这80两黄金表表心意。主人应该还有一块同心佩在恁那里。当年欧阳落地流落杭州，是我替他置办的田产，让他可以落下名籍，重新在两浙参事。可惜，3年的深情，也比不过80两黄金。想要拿钱收买我，可以，但你告诉他，80两黄金不够。想要同心配，拿500两黄金来。500两，太多了。只要钱过2斤，我就和他一刀两断。赵娘子，珍重。
儿，我去给你买些伤药吧。啊。三娘，把店关了。好。等我此番高中，我一定3书6礼，把你娶进门。39小儿感冒药，儿童专用感冒药。39小儿感冒药，邀您继续观看《梦华录》。走。仵作来了，你里边请。黄承思，是，那7、8人大腿内侧都有雕青刺字，仵作之前在东京干过，说像是黄承思的印记。那么大的事，为什么昨晚你没有说？卑职是想查清楚以后再来禀报。黄承思出动那么多人马来江南干什么？难道他们跟杨致远一样，也查到施伯兹的事情了？不会的，他们是来查皇后谶言的事，跟杨家扯不上关系。杨家书房都烧干净了吗？烧干净了，卑职亲手烧的。您放心，他弹劾您的札子还没写完呢，根本来不及呈上朝廷。那就好，反正没留活口，就算黄承思的人来，也死无对证。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，把事情都推到跟杨致远有旧怨的宁海军姓楚的那边。对了，让你放到杨家的宁海军的手刀，你没忘吧？没忘，只是殓房里有一具黄承思尸首上的箭头，在1个时辰之前突然间不见了。您只吩咐卑职换刀，就没换箭头。箭头都是各县自铸的，只要稍加盘查，便能查出来源。你不是说昨晚的人全都死透了吗？那偷箭的人是谁？
鬼吗？被人有罪，谢尊饶命。若是东窗事发，你我都得株连九族，一定要查出来偷剑的人到底是谁。啊，对了，昨夜似乎逃走一人，卑职听见有人叫他指挥。皇城司的指挥。啊。才1个时辰，他肯定没有走远。传我命令，就是昨晚自有海盗闯入杨家，放火劫财。凡县内各官各少，严加盘查。是。去找人画他的画像，发海捕文书。凡有男子非本地口音者，全数拘捕，一一查验。是。还有，凡有反抗者，可杀勿论。是。你们走了以后，我想了很久。我和欧阳好了3年，我绝不是那种负心薄幸的人。就算他迫不得已要另娶他人，以他的性子，至少也该给我有一封书信说清缘由，而不是让他人带个口信。万一真的有人使坏，要破坏他仕途呢？给他安上一个薄情的名义。又或许那高家的确看上了欧阳，但他一再拒绝，他们就背着欧阳，威逼利诱德叔，想先从我手中骗走同心佩，再骗欧阳说我已经变了心。我之所以说还要500两黄金，为的就是稳住德叔和他身边的人。反正现在生意也不做了，德叔以为我伤心欲绝，闭门不出，多半一时也不会怀疑。哦，对了，三娘，你还得帮我演个戏，每天装着去看我的样子。等他们发现不对，我人早就到了东京。他们不是说在谷雨后成亲吗？只要在这之前见到欧阳，一切就能真相大白。若贤妃主婚这事儿是真的呢？钱塘离东京上千里。你现在病成这个样子，路都走不稳，你能挺得过去吗？所以我才要坐船走，船上至少还能躺着休息，就算病死在路上，我也毫不后悔。我就是不甘心，我看男人的眼光竟然能差到这种地步。除非我见到他，别人说的话，我一个字也不信。盼儿，你去，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。也不知道尹章现在怎么样了。顾千帆。神仙在上，还请保佑小女子能够顺利尽快赶到东京，保佑小女子的夫君欧阳旭不谈富贵，变真心，也不贪图什么尽是娘子的名分，只求两情心意长长始终。走吧。进来。你不应该学，现在考试还考了个丙等，行了，还敢瞒着我？哎，行了，那丙等下边那不还有丁等的吗？那将来跟我做生意，还不是一样能够出人头地呀？出人头地，盼儿的事你知道了吧？在他们贵人眼里，咱们做生意的人天生就低人一等。往年咱们家连科举的资格都没有，如今好不容易盼来了朝廷恩典，傅子芳，他就得好好读书。当官妓有什么不好啊？啊，那干嘛就非得从良啊？弄得现在还遭人嫌弃。那宋引章一天的缠头钱，比我犯1个月的货挣的都多。没有嫁妆的小娘子啊，都嫁不出去。那好多家里边穷的，都愿意当2年的歌妓，先挣2年钱，再找个老实人嫁了。有理。
你给我闭嘴！这司机跟不能随便赎身的官妓能一样吗？我在这管教孩子呢，你能不能不要随便装好人，给我添乱了？子方的姓父不姓孙，我凭什么我就管不着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想穿凤冠霞帔，你想当诰命夫人，那是你白日发梦，你别牵扯上我啊！也别熬坏了我这心肝宝贝儿子。嘿，走，爹带你出去透透气儿去。去哪儿呢？你哪里不许去！快走，快跑！不行，商船有规矩，带女人不吉利。哎，在这运河上跑船的女人不少，规矩不规矩，还不能一句话的事呢。来来来，哎，这回真不行。昨晚上发生了命案，听说啊，死的还是个大官。县太爷刚派人过来贴了告示，所有的商队船只都不许夹带外人。这要是被查出来，那可是要坐牢的。郑爷，您在香云楼认识不少小娘子吧？好巧，我也认识不少。听说有人上个月赌钱输了200贯，也不知道这家娘子知不知道。这个家呀，我是实在待不下去了。你娘啊，明明是个杀猪匠的女儿，非拿自己当孟母。给你洗衣服，给你洗衣服。来，把手，好，1、2，走。说定了，看着点啊！起锚喽！快点啊！好，注意安全。那边，好，走嘞。俩人一起开，注意安全啊！好嘞。来，往这儿。好。你肩膀上的伤口又流血了。都怪你，要不是在杨家中了你的暗器，刚才拿麻袋又绷着了。我要换药，你别跟着。净铲脱壳、瞒天过海的本事，你倒是挺熟练的。没错，这是我当歌妓练就的本领，专门帮着躲债的婆嫔们讨债。顾指挥，你满意了？既然做过歌妓，还敢想做进士娘子了？哪个士大夫敢娶你？对不起啊，我一时失言。算了，你也伤得挺重的，不跟你计较。10字儿吧，这2瓶药放这儿了，你自己随便挑。怎么，只许你戳我肺管子，就不能让我暗戳戳的损你是吧？我太知道你们这种人了，嘴上说着失言，其实心里面还是看不起人。你后悔的，无非就是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了而已。歌妓怎么了？总比你们皇城司的名声好一些，都是半斤8两，就别整天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你也不想想，刚才是谁救的你？我又没让你救我。那你下船呀！我们就此休战吧，好吧，别吵了。行。这船是去东京的，拿的是仓司发的茶饮，盘查的人少。这是后舱，船上的人一般不会过来，门上有风铃，如果有人硬闯，风铃会响。你愿意在哪儿下船，随便。我怎么也得到秀州吧。以后咱们就以这麻袋为界，你左我右，互不相干。哎，小心！哎呀，什么你左我右？
这船舱都是我租的。哎呀，你别把我看了，你这根本不行，都出脓了，我得帮你弄出来。你现在肩膀还有伤啊，你行不行啊？忍着点儿。你也不是关公，我也不是华佗，别忍着了，这没人。哎，顾千帆，顾某此番下江南，抓的是人和的魏知县，并不是要针对你。但杨运判若是不识抬举的话，你这夜宴图是赝品啊！真迹在哪里？你，皇堂啊！这明明是真迹呀！这个啊！别在我面前演戏，把真话交出来。哎，三娘啊，你怎么没陪孩子上祠堂啊？祠堂？啊，过继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个当娘的都不过去看看。过继？是啊。谁过继啊？还能有谁？你们家子芳啊。哎，今愿将我子傅子芳过于族兄傅新才门下，祭祀成挑。立居人远自房傅新贵，山自房傅新才寡妻曹氏。三娘，不是三娘啊，三娘，你听我说，你根本不是曹氏，咱们平常不熟，但也无冤无仇的。你为什么抢我儿子？三娘，你先过来，你过来。奴什么都不懂，只知道相公走了。偌大的家产无人执掌，自然得在同宗的晚辈里立个嗣字。我呸！傅新才和我们家隔了好几房。再说了，这天底下也没有把独养儿子过继给别人的道理。傅子芳是我辛辛苦苦一手教养大的，有人眼红，想横插一手，摘现成的果子吃，做梦！哎呀，这下子的娘啊，你三娘啊，三娘，你这是干嘛？不让你看这我走吧。走呀，三娘啊，三娘，你等等。
去床上睡吧。你醒了？我睡了多久啊？1天多吧。船家在塘溪上货，你都没醒。你还帮我擦洗过身子吗？怎么？你还嫌我未经你同意碰了你的贵体？那倒不是，反正我又不吃亏。粥在那儿熬好了，你自己去喝吧。我在里面放了泻药啊。看来你的病是真的好了，不发烧也不咳嗽，还有力气下药了。那你要有空的话，把我鞋子刷了。眉间的伤是怎么回事？那可不是我弄的。没事儿。那些追杀你的人，和杨府派去的杀手是一帮人吗？嗯。那你为什么一定想找夜宴图？而且为什么一看到夜宴图你就知道是假的？不想死的话，就别管那么多。粥不错。给钱。给钱。你来。吝啬。阴险。刻薄。刻薄？你才刻薄！你还心狠手辣呢，蛮不讲理，无德无行，负心薄幸，始乱终弃。你们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这些话，应该都是你想对他说的吧？骂出来有没有舒服一点？谢谢。对不起。痛是天涯受伤人，不用跟我客气，就当是抽钱好了。你还会讲笑话？就算是皇城寺里的阎罗恶鬼，也是有七情六欲的。你不是阎罗恶鬼，你是个人，还是个好人。你才见过我几面，你断定我是好人？我就是知道。你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被人抛弃的事实，对吗？赵盼儿，你为人骄傲自信，即使不幸没入贱籍，也从未自轻自贱。但是，男女之间，如果遇到了无法确定的变故，那么结局往往是最坏的那一种。你成亲了吗？有相好的小娘子吗？什么都没有，怎么说的头头是道？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眼光。欧阳旭不是那种人。那你昨天为什么要骂他负心薄幸？说明在你内心深处，你还是不信任他。
那是个人吗？好像是个女的。哎，先躲起来，我要喊人。啊！船夫，大爷，有人落水了！落水了！看见了？在哪儿啊？那边就在那儿呢，在那边。